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长得好看就是原罪，因为长得美而被不断纠缠，到底是谁的错？黎静婉已经被男同事追求好久，她已经拒绝过几次，但依旧不能让男同事林逸阳放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雇人算计黎静婉，打算来一个英雄救美。结果他人还没出现，黎静婉竟被雇来的人扯着要上路边的车。你松开我，不然我喊人了。你喊吧，这里方圆5公里没人，就这么一个红酒庄园，你想要逃走，或是别人能救你，你真是在做梦。男人本想把人打晕，等着林逸阳来拿货，可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。眼前女人绝美动人，是男人都会惊艳的女人，他想留着自用了。救命啊！他推开男人，边跑边喊。在夕阳西下的荒郊野岭，美人在前头跑，而男人大步地追在身后，就更刺激他心里的躁动了。你怕吧？跑累了我抱你。男人已经追到他身后，伸手扯住他胳膊，但也不着急把他扯进怀里，而是老鹰抓小鸡一般，故意的逗他玩。此情此景，让他心里的躁动更强烈了。我不跑了。黎静婉是真的跑不动了，而且趁乱用手机给闺蜜发的求救信息，只要她能保持体力而不被男人欺负，估计能等来救援，所以她打算和眼前男人慢慢周旋。给你一瓶水喝。男人扔给她一瓶水，自己也打开一瓶，大口地喝起来。见状，黎静婉也趁机开瓶喝水，喝了小半瓶水，她聊闲天地跟男人套近乎。反正我已经逃不走，你能告诉我是谁雇的你吗？要死他也想死个明白。男人微顿一下，是你的同事，最看不上的一个，我可没说是谁，你自己猜吧。我知道了。黎静婉淡然一笑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，大哥，看来你是好人，不如我给你双倍的钱，你把我放了吧。这荒郊野岭的，万一出啥事，咱俩都不会好过。再说了，你是求财，我给你更多钱就行了，是吧？男人笑着摇头。我给你3倍的钱。男人还是拒绝的一笑。我起初是想拿钱走人，但现在我爱上你了，女人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疯了，你们都疯了。你的美又身材超好，是个男人都会心动。我只是一个正常男人。男人看一眼，面色红润的黎静婉仍掉手里的空瓶子，大步地逼近他，单手扣着纤腰，才一脸邪笑地凑近想吻他，竟被黎静婉用脚踢在他当下，就从怀里挣脱逃跑。眼看路上有一辆由远及近驶来的车，他发疯地挥舞着手臂，希望车主人可以发现自己。真是费劲。男人踉跄着走过来，不巧的是，豪车也稳稳停在他身旁。打开车窗，一个帅气的男人正冷漠地望着一旁的黎静婉。你不想要命了，在路中央跳舞？救我！这个男人想要绑架我。说完，黎静婉就抢着打开车门，坐在了后座，还挤出笑的看一眼男人侧脸。帅哥，谢谢你救我。楚逸晨这才注意到，贸然上自己的车的人儿，竟是大学时偶遇的学妹。他轻咳一声的下车，望一眼虎视眈眈的男人。这是我女朋友，你有事吗？没事。男人知道不占理，只能悻悻走人。解决完麻烦，楚逸晨回到车里，侧身扫一眼，
已经昏昏欲睡的女人轻咳一声：“醒醒，帅哥，我头晕目眩，可能是吓得缺氧了，我送你回家。”楚逸尘启动车子，飞速往市区驶去了。半路上，黎静婉已经燥热难受，望着完美的侧颜以及骨相好看的手，竟有些心里荡漾了。帅哥，我叫黎静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这招套近乎对我没用。你家在哪个小区？幸福小区。报完小区名，黎静婉直接明目张胆地看他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眼前的男人绝对是他见过的最让他着迷的人，虽一副冷漠的神色，但就是给他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。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救过自己，黎静婉就是单纯的被他吸引，如果能跟他谈恋爱，应该很幸福。到了，把人送到小区门口，楚逸尘稍作休息的想要揉下太阳穴，就趁这个功夫，下车的黎静婉已经坐到他的副驾驶。帅哥，我家就挨着小区门口，要不上我家坐坐？他因为药物的作用，现在已经浑身发烫，望着帅气男人，已经毫无克制力，更是主动地攀上他手臂，眼神炙热地盯着，丝毫不想放过楚逸尘。他看这状态，眉头一挑的想要推开手，却被抱得更紧。帅哥，楚逸尘，楚大哥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帮帮我呗。你就这么随便？难怪会被男人算计。他不是刻意贬损人，只是黎静婉的一举一动很难不让人看清，即使知道他是被下了药，可以去医院解毒，但不一定非要找陌生男人。黎静婉委屈的抽泣，长得美就是原罪吗？啥？他狐疑的反问。这时，黎静婉主动地凑近，再薄唇吻一下，才意犹未尽地开口：“楚逸尘，我不是非得找你，只是刚好遇到你，算我唐突了，再见。”他踉跄着走下车，却被楚逸尘再次拽回车里。你还真是麻烦。不久后，两人就去了附近的酒店。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。屋外阴雨绵绵，屋里却是另一番样子，浪漫而又火热，让人根本抗拒不了的热情。翌日清晨，天空刚露出鱼肚白，黎静婉就从床上醒来，忍着浑身散架的痛，小心翼翼地爬下床，在穿好衣服后，最后看一眼床上男人。我们是各取所需，你我都没吃亏，希望你能做个好梦。说完，他就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消失在走廊尽头了。当门关上的刹那，楚逸尘猛地睁开眸子，苦涩的一笑，亏得他忙了一整晚，就被现在给抛弃了。女人还真是够冷漠的，还让自己做个好梦。遇到他后，楚逸尘只想梦想成真。从那晚之后，一切就恢复如常。黎静婉把掌握的证据交给警察，而被接受调查的林逸阳却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了。然而他却是胆小的，生怕被黎静婉报复，偷偷辞职走人了。而黎静婉也懒得再找他，过好当下的生活，远比沉溺在过去来的更有意义。更何况跟一个精神错乱的人纠缠，无疑是自寻烦恼。黎静婉决定忘记这一切，重新开始新生活，所以她也递交辞呈，去了外地的新公司。运气不错，竟面试到主管的职位，薪资多1倍，生活不要太惬意了。半年后，黎静婉在下班后精致地打扮一番，才去餐厅见相亲对象。
他坐在位子上，猛然抬头望向对面，才发现竟坐错位子了。正要起身闪人，却正好与楚逸尘四目对视，只能尴尬的一笑。好巧啊，黎静婉，半年前你匆匆离开，现在又冒充我的相亲对象，有何企图？他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很难让他不怀疑。黎静婉淡然一笑，楚逸尘，我真是来相亲的，只是坐错位子，我现在就走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聊聊。听他挽留，黎静婉微抿一口咖啡，才笑着说，我听你说也是来相亲的，不如咱俩结个婚呗。他被呛得咳嗽起来，许久才一脸狐疑地盯着他。黎静婉，第一次见面你就把我拐进酒店，吃干抹净后一声不响逃走，现在又想骗我结婚，你真当我闲得没事做，只为陪你玩？他起身要走，却被黎静婉扯住胳膊，小鸟依人地靠在他身上，娇滴滴地说，楚逸尘，你现在想去呢，我陪你一起，有事说事，别套近乎。楚逸尘扯开他的手，顿住步子，冷眼望着门外的小雨，竟有几分失神了。他们相识总是在雨后，看来两人跟雨都有缘了。我奶奶病了，想让我抓紧结婚，咱俩也算是旧相识，彼此了解，不如凑一对，你也不用再相亲，我也对奶奶有交代，一举两得，你说呢？话说到这里，楚逸尘微顿几秒，才说，你想跟我结婚，是假戏真做，还是只想办个假证，糊弄老人？我听你的建议。他讨好地说。楚逸尘想了想，我建议去领结婚证，毕竟老人生病了，就再受不了谎言和打击，万一老人家要验其真伪，你就不怕？话说一半，就欲言又止了。我听你的，现在就领结婚证。他说完，就扯着楚逸尘，两人开车去了民政局，排队把结婚证给领了。证已经领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楚逸尘准备开车离开，却被黎静婉抢先坐上副驾驶，一脸笑呵呵地望向他，送我回家。你系好安全带。你帮我手割伤了。他笑着挑起带着创可贴的手，小伤而已，但他就是想测试一下某人的心态如何。楚逸尘轻身过来，帮他系好安全带，还故意的贴近脸前，就吓得他脸颊泛白。那个，我还着急回家吃饭，你赶紧开车呗。说话都带几分颤音了。怕了？我哪有，楚逸尘，咱俩现在是夫妻，我之前没怕过，现在更不需要怕了。倒是你，结婚男人要有必要的觉悟，你可有？他笑着反问。楚逸尘没有反驳，将自己的一张卡递给他，想花钱自己提。这么大方？他无奈苦笑。怎么，你以为自己的丈夫会拿空卡敷衍你？那倒不是，楚逸尘，你提议的真结婚，我现在回想一下，觉得好像有阴谋。他竟后悔仓促领证了。黎静婉对眼前男人，除了姓名知道，开一个豪车，其余的就一无所知了。就这么匆匆领证，就算是为了奶奶，他也突然觉得后悔了。楚逸尘把车停在路边了，才转身望向他，一本正经地说，我楚逸尘是某上市公司销售副总，年薪100万，有一套大平层，还有一辆车，其余就是父母给的，我也懒得过问。你呢？黎静婉清下嗓子，才说，黎静婉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25岁，年轻貌美，
是家里唯一的女孩，上面有3个堂哥，父母都有社保和商业保险，日后没有生活之忧。听完他的介绍，楚逸尘满意的点头。既然如此，我们结婚后是住一起好呢，还是各住各的？我听你的建议。那个，我们这里没有办婚礼，就还不算真的结婚，所以咱俩还是先各住各的吧。等我把结婚的事告诉奶奶了，再做打算，行吗？他刚说完，楚逸尘就轻身凑近脸前，单手放在他后脑勺，让某人儿退无可退时，才笑着说：那半年前你推倒我那次，你又该如何解释？他说的是在酒店的那一晚。黎静婉被提到这茬，脸颊瞬间红到发烫。那是意外，人在药物的作用下，总免不了做违背常理的事，而且你也挺乐在其中，就没必要揪着就是不放。我们已经是夫妻，就合作愉快呗。吻我，他笑着提议。见他一脸邪魅的笑，黎静婉凑近的吻上俊脸，轻轻一吻，刚想退回来，就被他强势的吻上粉唇，肆意的亲昵许久，才笑望着气喘吁吁的人儿。婉婉，这么吻过，才让我觉得现在是真实的。啊！他一脸的懵了。楚逸尘温柔一笑，宠溺抚摸他蓬松而柔顺的头发。我也发愁被催婚，咱俩还真是天生一对。你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也愁没人追？他狐疑地问。黎静婉还真就不信，像楚逸尘这样的神级颜值，身边会缺女人。还真没人追我，你或许不信，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孤独而又无趣，不受女人待见，这很正常。听他这么说，黎静婉心疼地凑近他，用指尖温柔抚过他的俊脸。别怕，以后我会好好守护你。气氛正浓时，楚逸尘想要吻她粉唇，却被一阵铃声打断。黎静婉接通奶奶的电话，聊了几句，就匆匆挂断了，笑盈盈地望着楚逸尘：这周跟我回老宅，奶奶想要见你。你奶奶不是住院了，现在已经出院，而且听说咱俩领证，让拿着结婚证回家。楚逸尘，多亏当初听你的，不然现在就麻烦了。说完，他讨好的在俊脸亲一下，而楚逸尘却加深这个吻，让怀中人儿又被吻的脸颊绯红了。回老宅前一晚，楚逸尘在公司楼下等着，瞅着渐渐走出来的黎静婉，笑着朝他招手。这位是谁？帅呆了。女同事纷纷看得犯花痴，黎静婉打破他们的幻想：这位是我老公，我先过去了。几个女人看他们开车离去，都纷纷的摇头，果然好男人，从不在市面流通。找我有事？他笑着问。陪你去买东西，顺便吃个晚饭。你要送谁礼物？楚逸尘抿嘴一笑，送一个优雅的女人，你觉得送什么礼物合适？这礼物里面也包括有我的吗？他反问。看不出喜怒来，但心里却是有些吃味。楚逸尘猛敲一下他额头，给奶奶买礼物，你也要吃醋吗？黎静婉，你真的够小气了。但后面的话却带着几分宠溺，让他脸颊微微绯红了。楚逸尘，你是我男人，我吃醋不应该吗？要早说给我奶奶买礼物，我至于大惊小怪吗？楚逸尘见他眼眶示弱，以为是自己打疼了，忙拿出一个盒子递给他，先送你的礼物。打开盒子，竟是一个黄金镯子，还是实心的，就让黎静婉眼里放光。有钱人就是大方，
送镯子都是实心的，你的心意我收下，谢谢哦。喜欢就好，等从老家回来后，抽空跟我回家一趟。我就一个妈，你婆婆早就想见你了。那我可得好好打扮一下，不能让你丢脸。楚逸尘在她小脸温柔掐一下，才说：干净听话就好，我妈最喜欢你原来的样子。我原来的样子？好吧，那我就素面朝天的去见她。我看行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隔天清晨，一大早，两人就开车去老宅了。楚逸尘自从进屋，就被黎家人围在中间，七嘴八舌地盘问着。跟他一起回来的黎静婉，竟被奶奶叫去了卧室。但他心里却在担心着楚逸尘，整个心不在焉。不用担心，咱家人不是野兽，不会误伤你的丈夫。赶紧告诉奶奶，这么好的男人，你是怎么找到的？黎静婉脸颊微烫，奶奶，怎么能是找的？我们是大学的校友，情到深处，自然就领证结婚了。奶奶，他被一家人围着，我怕他心里发慌，我过去瞅一眼，喝完这个再走。奶奶递给他一碗参鸡汤，黎静婉着急出去，也没多想，就一口喝光了。你也喝参鸡汤了？黎静婉刚坐他身边，就看到面前的空碗，空气里还残留鸡汤的鲜味。为了一碗鸡汤，奶奶他们还真够拼的。他笑着点头，我喝了2碗，现在都觉得浑身发热呢。我还好只喝了1碗，你要是觉得热，我陪你去外面走走。正好借这个机会，两人躲开黎家人的围观。奶奶这时却站在不远处，低声提醒他们，雨后少吹凉风，要是觉得热，就回屋吹空调。黎静婉心里嘀咕，有免费的风何必要吹空调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才下午3点多，她就困得睁不开眼，望一眼一旁俊脸燥红的男人，轻飘飘地说：楚逸尘，你脸红红的，不如咱俩回屋吹空调。好。楚逸尘看他的眼神，竟多了几分炙热和克制不住的躁动。翌日清晨，黎静婉才悠悠醒来，望着一旁睡觉的楚逸尘，他才终于明白那碗鸡汤的意义在哪了。难怪奶奶会盯着他喝完参鸡汤，而且一滴渣都不能剩，原来内有乾坤，他这是出师不利，被自己家人给算计了。你醒了？他笑着打招呼。楚逸尘慵懒地坐起身，然而上半身的印子让黎静婉看得脸红耳热，忙用手扯过被子，帮他盖得严严实实了。那个老宅子秋天凉，你别冻感冒了，还有我奶奶以后给的东西，你都不许随便吃。你说那碗参鸡汤？他笑着说，要不是太信任他，我们俩至于被算计吗？楚逸尘，这事是我考虑不周，对不起，我是自愿的。啥？楚逸尘凑近他小脸亲一口，才低声说，你昨天下午有提醒过我，让我去隔壁客房睡，是我自己愿意跟你睡一起，所以我并不觉得被算计，咱俩是夫妻，做这种事也可以维系感情。你真这么想？他真诚地点点头。还好你宽宏大量。刚说一半，就听到门外传来奶奶的声音，婉婉，醒了吗？你们要是醒了，就出来吃早餐，张司机还要送你们去山里逛逛呢。哦，知道了。黎静婉无奈苦笑，得，一天又给你安排满满的了。我查过地图，这里有一座山挺出名，而且还有一个观音庙，求子求婚姻很灵验。
楚逸尘故意握紧他的纤腰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那我们更应该去逛一逛，再拜一拜，保佑我们一生幸福顺遂，再来一个百年好合，多生贵子，岂不是圆满了？”他苦笑地说：“你跟我想一块了。”他笑得很得意。黎静婉狐疑地掐住他下巴：“楚逸尘，是你亲口告诉我的，你是一个冷漠凉薄的人，怎么突然向往小资生活了？还这么懂得情调？难道你告诉我假戏真做，另有阴谋？”他满脸的狐疑了。时间仿佛停滞，黎静婉觉得无趣，想要松开手下床，却被楚逸尘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蜻蜓点水的轻轻一吻，才邪笑地开口：“假戏真做，你若是想的话，我可以满足你。反正奶奶最想要抱重孙子，我们不去爬山，她也不会在意。”说完，楚逸尘凑近的再一次吻上粉唇，想着继续温存，却被黎静婉猛地推开：“赶紧起床，再闹下去就真的糗大了。”黎静婉赤脚下床，把零落在地的衣服丢给他，自己就走进浴室。再出来时，竟发现楚逸尘站在阳台上，不过是余光一瞥他的侧颜，就让他泛起花痴了。正在失神时，楚逸尘已经走到他身旁，轻柔揽上他纤腰，淡笑地凑近粉唇：“看够了吗？”“我哪有在看你？”话说一半，就被他吻上粉唇，不过是轻轻一吻，就让黎静婉身体一颤，脸颊也泛红了。“我承认是在看你，你长得帅气，不就是给人看的？”他说到这里，胆大地迎上他眸子，却被灼灼的眼神吓得只想逃了。楚逸尘扣紧他的纤腰，薄唇微扬地说：“我的帅气能迷你一辈子吗？”黎静婉听这话，以为他是太过自信，其实是楚逸尘没自信的紧张。第一次跟女人交往，他才会如此的小心翼翼。他想了想：“我觉得吧，外貌是会变老，但人的精神世界是无穷无尽的。如果你再多费心，我或许能更迷你一些。”“真的？”黎静婉笑着点头。“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。我对你一直用心，你就一直待在我身边，千万不要做第一个背叛我的女人。”一听这话，黎静婉惊讶的眉头一挑：“楚逸尘，你不会真的没谈过一次恋爱吧？”他脸红的点点头：“我去吃早饭了，你也赶紧出来。”受不了这么暖昧的气氛，黎静婉匆匆逃出卧室了，直到坐到餐桌旁，还脸颊红到发烫。一大早就信息量这么大，让他完全没防备。刚才他的眼神好像在告诉黎静婉，如果不能全心全意爱他，就是在暴殄天物，这罪过他可担不起。去山里的路上，黎静婉一直安静地坐在后座，而他身旁的楚逸尘很随意地递给他一个杯子，淡笑地说：“奶奶让我带的蜂蜜水，说你嗓子哑了。”“哦，谢谢。”见他脸红了，楚逸尘凑近地摸一下额头：“没有发烧，你咋脸红红的？婉婉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”楚逸尘一脸关切的样子，让黎静婉脸更红了。“张叔叔在前面路口停车，我想跟他走着上山。”“行啊，小两口是该多锻炼一下，等啥时候想回家了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”张司机将人送到了，就开车返程，望着后视镜里的俊男美女，不禁感叹：真是天生的一对，连他看了都幻想着在谈恋爱了。都说春天是恋爱的季节，他觉得秋天也很适合恋爱。楚逸尘正要往前走，
竟被黎静婉扯住衣角：“喂，咱俩聊聊。你说。”他望着他淡淡一笑，完美帅气的侧颜，又让黎静婉倒抽一口凉气了。楚逸尘，我是让你来陪我演戏，你演的有点过了。我认真还有错了？他委屈地撇撇嘴。那倒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应该分清主次，既然已经出来，就没必要再装深情，你这样会让我很被动。不是被动，是心动吧？婉婉，你要是真动心了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他这么大方，就更让黎静婉心里没着没落。他无奈的苦笑：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只在奶奶面前装一下就行，别人那里就算了。楚逸尘发现天空下雨，拉着他的小手，两人走到山旁躲雨。突来的亲昵让黎静婉又心跳加速，脸红得微微发烫了。不得不说，他对某人还真是毫无抵抗力，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。看他低着头，楚逸尘轻咳一声：婉婉，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所以在我心里从未想过离婚。那你还答应我的结婚提议？因为我当时也想结婚。他因为一根棒棒糖而想去黎静婉，这个理由会不会太荒唐？但事实就是如此。在大学那会儿，楚逸尘因为打篮球太猛而低血糖，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。这时从身旁经过的黎静婉笑着递给他一个棒棒糖，当时的场景能让他记一辈子。她是很美，但最令他心动的是，黎静婉是唯一敢跟他套近乎的女孩。或许是他的无意举动，却是让他记了许久，甚至在几年后偶遇，在漆黑的夜里，楚逸尘也能一眼辨认出他来。这或许就是正应了那句话：5年前射出的箭，在5年后正中靶心。而当事人的黎静婉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而楚逸尘却惦记了他5年。原来你也被催婚，咱俩还真是同病相怜。楚逸尘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我没有爱上别人，我也不会离婚的。楚逸尘紧张地盯着他：那你会爱我吗？很多人会介意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会爱得太拧巴。黎静婉笑着摇头，还安抚地抱一下他：楚逸尘，父母离婚不是你的错，你是独立的个体，值得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。他感动地一笑：婉婉，你真好，因为你好，才能感召很好的我，咱俩是彼此。他温柔地一笑。楚逸尘单手将他抱得更紧，深吸一口气，才低哑地说：婉婉，我好像喜欢你了。那就是我的荣幸。嘿嘿。他以为是一句玩笑话，也开玩笑地回应楚逸尘，而他却当真了。正当两人情绪正浓时，山顶有泥石流滑下来，楚逸尘最先发现异常，在拽着他躲开时，还不忘用身体护住黎静婉。可架不住泥石流来势汹汹，他们跑得再快，还是逃不过石头滚落的速度。万幸的是，在这次突发事件中，黎静婉安然无事。张叔叔赶到时，楚逸尘已经昏迷，但手依旧紧紧握着黎静婉的，可见对他十分在意。没有迟疑，张叔叔开车把他们送到医院。婉婉，看来楚逸尘很在乎你。张叔叔，我们是夫妻。对，夫妻之间就该相亲相爱。你在这陪着他，我回家给你们煲汤。张司机笑呵呵的关上病房门，悄声走了。从这次意外后，黎静婉对楚逸尘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就如他说的一样，
既是夫妻，那就该相亲相爱，不偷不抢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几天后，楚逸尘终于醒来，他望着躺床边的人儿，温柔摸一下额头，却让黎静婉猛地醒来。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楚逸尘拉住他小手，陪我待会儿。他笑着点头。你没受伤吧？黎静婉笑着摇头，托你的福，我安然无事。楚逸尘，谢谢你救我。你是我媳妇，我保护你应该的，而且是我心甘情愿。说到动情处，楚逸尘凑近再粉唇亲一下，才低哑的又说，婉婉，其实在大学那会儿我们就见过。刚说到重点，奶奶他们就赶过来，这个话题就只能被略过去了。在医院休养几天，他们就开车回市里，已经是1周后。黎静婉帮他收拾好家，就打算离开，却被楚逸尘抱住纤腰。婉婉，我都为你受伤了，你就该住这里照顾我。他安抚的一笑，我是该住过来，但我最近要去外地出差，乖，等我回来了就过来陪你。一言为定，绝不食言。黎静婉回答自己家，简单收拾行李，就匆匆去外地出差了。这一走竟是20几天。当他回来时，就提着行李箱去了超市，买了一堆食材，想要给楚逸尘做顿丰盛的晚餐。门在打开瞬间，竟看了陌生女人，让他脸色微变了。进来吧。黎静婉正在纳闷，但也没多问，跟着女人走进了家里。女人指着厨房，淡笑地说，你是钟点工吧？打扫完卫生，记得做好晚饭，我们今晚想吃顿好的。婉婉。楚逸尘从书房出来，看到是他，惊喜地走近抱住了他。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看他狐疑的眼神，他笑着解释，这是乔柔，我的合伙人。简单的介绍让乔柔很不满意。你好，我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居，20多年来我们形影不离，不然我也不会用他的浴室洗澡。我是黎静婉，他的新婚妻子，很高兴见到你，邻家妹妹。黎静婉笑着伸出手，乔柔也客套地跟他握手，看似和谐的气氛，却透着一股子压抑。楚逸尘正在厨房做晚饭，黎静婉和乔柔就坐在客厅聊天，两人有说有笑，但氛围有些紧张。楚逸尘，你是怎么追到他的？抱歉，是他先追的我。乔柔，我们已经结婚，问谁追的谁没多大意思。乔柔淡然一笑，恰恰相反，在我印象里，他好像对女人没啥兴趣，突然就结婚了，估计是为了催婚，而且伯母一直希望他能早点生孩子。你们不会是假结婚吧？被说到重点，黎静婉心里莫名咯噔一下，正想着如何辩解，楚逸尘竟走过来，低头吻上了她的小脸，才宠溺地说，婉婉，鱼，你想吃红烧还是酸菜的？我都行，你做的我都爱吃。楚逸尘在与他含情脉脉后，才看向一旁的乔柔，既然借完浴室，现在该走了吧？这就感人。楚逸尘，你好没良心。他苦涩一笑，从你进门时，我就告诉过你，我这里你不该进来，可你偏偏不听。眼神里尽是反感和无奈。走就走，我还不爱吃这粗茶淡饭。乔柔提着包走出客厅，而跟在身后送他的楚逸尘第一时间打开门，冷冷地来一句，乔柔，以后都别来了。你确定要跟我一刀两断？没有我的支持，你在这家公司
寸步难行。那我也不想让婉婉误会。乔柔无奈苦笑，原来你不是不爱女人，只是不爱我而已，和我撇清关系，不惜毁掉自己的事业。对，听他肯定的回答，乔柔气鼓鼓地摔门走了。楚逸尘回到客厅，就看到黎静婉正在厨房盛饭，摸着头的轻咳一声。头晕的难受。怎么突然头晕？黎静婉放下碗筷，一脸关心地问。还不是旧伤。说完，他顺势靠在他肩膀，嗅着淡淡的体香，竟有些心里躁动了。婉婉，我和乔柔只是合作关系，你别多想。看你的态度，我就相信你说的话。楚逸尘感动的在他额头吻一下。婉婉，今天下大雨，他只是来借毛巾，并非他说的那样来家里洗澡。他只想把一切误会说清楚。我早看出来了，于是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的水渍。楚逸尘，看着两女人为你争风吃醋，你是不是挺得意？他苦笑地问。他摇摇头，才深情地凝望着他。我都这么着急解释，不该是心里没底气，怕你一生气就把我甩了吗？婉婉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你是我第一个动心的人儿，也是第一个主动接近我的人，你对我而言只是唯一。这么深情。他郑重地点头，又深情的告白，就惹得黎静婉脸颊一红，踮起脚尖的在薄唇亲一下，才笑着说，楚逸尘，你对我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一场误会轻而易举就不攻自破，相反两人的感情未受到乔柔的影响，反倒变得更亲密了。两人也正式的开始同居生活，就这样惬意的过了半年。黎静婉从未想到，看似冷漠的楚逸尘竟是一个粘人精，除了上班时间基本不给他独处的机会，真的是如胶似漆的程度。某天的清晨，楚逸尘早早就起床做准备，因为今天是黎静婉的生日。礼物早就买好，但他还是想给她一个意义不凡的生日，最好是能记一辈子的那种美好回忆。黎静婉起床时，看到屋里空荡荡的，正打算冲杯咖啡醒脑，却被一身黑西装的人给惊艳到了。楚逸尘，在家里大早上的，你穿得这么妖艳，是想勾搭谁？虽然这样，黎静婉还是笑呵呵地走近他，指尖微微轻触他的胸口，高定西装衬托的好身材让他爱不释手了，还没忍住的猛咽下口水，妥妥的被迷倒了。楚逸尘先是温柔亲下粉唇，才情意浓浓地说，婉婉，我们是闪婚，起先还有些玩笑的因素，但相处了这么久，我心里更加确定自己已经爱惨了你，婉婉，我也如此。他笑着将人儿抱在怀里，深情地盯着他。婉婉，其实在你提出结婚时，我就打定主意，这辈子只有你了。是吗？听着很想一见钟情。他甜甜的一笑。楚逸尘脸红的点头。在大学那会儿，1号篮球场的那个下午，你送给男生一个棒棒糖，还有印象吗？那人就是我。黎静婉想了好久，才猛地点点头。我记起来了，你当时脸色煞白，应该是剧烈运动后的低血糖。我当时就觉得你最帅，想不到5年后，你竟成了我老公，咱俩还真有缘。那次相遇后，我就去了国外留学，之后就回国发展，想不到久别后重逢，竟将你从坏人手里救出来，咱俩确实很有缘。
所以你是从何时对我心动的？他紧张地问。黎静婉想一下才回答，你把我从坏人手里救出来，当时的你帅气又有个性，让我一眼就心动了。婉婉，那我们这样算不算先婚后爱？当然算了，不过还没有蜜月旅行，就有点可惜。楚逸尘这时蹲下身子，单膝跪地，手里多了一枚枚钻戒，眼神灼灼地盯着他。婉婉，嫁给我好吗？不是因为结婚而嫁人，是因为爱而想要跟我在一起。他感动得眼泪汪汪，一脸幸福的点头，我愿意，只要是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吃糠咽菜，经历磨难，我也甘之如饴。他笑着摇头，可我只想给你幸福，哪舍得你受一点点的痛和委屈。互诉情愫后，两人深情拥吻在一起，这一刻他们真的心灵相依了。就这样在家里腻歪了3天，本想着隔天去外地补过蜜月，却万万没想到好事总伴随着忧愁，楚逸尘的父亲竟在这时找过来了。黎静婉给3个人倒好茶，才挨着楚逸尘坐下，而一旁的公公毫不掩饰地打量着他，就让黎静婉有些拘谨了。还好有楚逸尘安抚地握住他小手，才不至于太紧张。爸，你找过来是有重要的事吗？公公微顿一下，才开口，你怎么可以突然结婚？我记得很早就告诉过你，你的婚姻是要长辈安排的，随便的结婚只会让你失去现在的一切。果然来者不善，黎静婉没有想到公公会如此直白的表示对他这个儿媳妇的不满。楚逸尘冷漠的一笑，爸，你在25年前就再婚，也有了自己的儿子，近30年不闻不问，现在竟来要求我听从你的建议选择结婚对象，是不是很荒唐？他讥讽的一笑。你们聊，我先去书房了。黎静婉借故先离开，客厅只有他们父子了。楚逸尘态度很坚决，想要他离婚再娶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你可以不听我的话，但你母亲的话，你不能不听吧？他现在被我藏起来，你如果不按我说的做，这辈子别想再见你妈了。你在威胁我？我若不听你的呢？楚逸尘的父亲淡淡一笑，世上的事没有那么绝对。楚逸尘，你只要娶富家千金，我可以给黎静婉一大笔钱，同时你也能得到公司的继承权，远比你现在的事业不温不火要强上10倍100倍吧。我不会同意。这次谈话不欢而散。这也是父子俩近30年来的第一次见面，没有寒暄亲情，只为了得到他的目的。如果小儿子不是出车祸了，现在成了植物人，他也不会来找楚逸尘。在楚府心里，只有小儿子才是完美继承他的优秀基因，而楚逸尘只是一个残缺品，如非无奈，真不想与他有任何的联系。婉婉，我们去国外吧，不要受某人影响，我们的美好生活才刚刚开始。他温柔地从身后抱住黎静婉，却察觉她身子一颤，随后抱得更紧了。可婆婆不是在她手里，楚逸尘，不如我们先离婚，等你救出婆婆，再回来找我。不行，她直接拒绝了。为啥？你不打算救婆婆了？楚逸尘先是吻她额头，才低沉地说，爱你和救我妈没有直接的联系，婉婉，你要相信我，能处理好这件事。说完，他低头吻上粉唇，肆意的吻，让两人渐渐沉沦了。或许彼此的投入
只是为了忘记刚才的事，得到短暂温存。几天后，黎静婉主动找到楚逸尘父亲，两人面对面坐着，气氛很压抑。还是他先开口，既然你不同意这桩婚事，我只能叫你伯父了。楚逸尘父亲点点头。伯父，我可以离开这里，但你能保证放过婆婆和善待楚逸尘吗？那是绝对，你恐怕已经知道，我小儿子出了车祸，公司也遭遇重创，我现在除了楚逸尘，已经没有退路。黎静婉，你是个好女孩，现在安静地离开，才是你最正确的决定。说完，他拿出一张高额支票，递给了他。黎静婉扫一眼，就欣然的一笑：伯父，你果然大方，那这钱我就收下了。等一下，把离婚协议签了，你才能离开。黎静婉也不犹豫，直接在上面签字，才笑着望向他：伯父，希望你能如愿以偿。从咖啡厅出来，黎静婉就把支票捐给了一家福利院，以楚逸尘的名义捐的。他希望在余生的漫漫时光里，自己爱的人能够幸福安康，一切顺遂。半年后，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，黎静婉去了国外，具体在哪里没人知道。而楚逸尘虽然被迫离婚，却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想法娶了富家千金，而是通过自己的手段拿到一笔投资款，让公司的困境转危为安。可当他把一切处理完后，却主动放弃继承权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钱和权力永远不是最重要的，在他心里，唯有爱的人儿才是最在意的。儿子，你现在这样，都是妈害的你。楚逸尘的母亲一脸愧疚地叹口气，想不到他的这个儿媳妇如此刚烈，说走就走，丝毫不留一点的余地。他安抚地一笑：妈，这事不怪你，是我没有处理好。等把你安顿好，我就去国外找婉婉，一定会把她带回来的，她还是您的儿媳妇。那就好，妈等着这一天。辞别了母亲，楚逸尘就启程去国外了。坐上飞机的那一刻，他心里十分激动，只盼着能早一天见到黎静婉。他从未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所以现在为止，他们还是合法夫妻。某国外的热闹广场上，黎静婉正在喂鸽子，就被陌生男人表白，让他尴尬的一笑：很抱歉，我已经结婚，恐怕不能答应你。可你并未戴戒指，而且我刚才从网上查过你，你至今单身。网上查我？他狐疑地反问。英俊男人抿嘴一笑：世界就是这么奇妙，我是你应聘公司的老板，所以你的简历我刚刚才看过。黎静婉，你是离婚单身，可以给我一个认识你的机会吗？他不能给你这个机会，因为她是我妻子。楚逸尘说完，已经走到他身旁，微微一笑，让黎静婉脸色一变：你怎么在这？某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他笑着看向英俊男人：你说要请我吃午饭，咱们走吧。黎静婉想要晚上男人离开，却被楚逸尘拦腰抱在怀里，迈大长腿的离开这里，径直走到豪车旁，才将他放下来。黎静婉抬手给他一巴掌，清脆的声音让两人都冷静了。你为啥不躲开？我本来就该打。婉婉，你手疼吗？楚逸尘温柔地轻吹他的手心，如此的亲昵举动，让黎静婉脸颊一烫，忙抽回手，板着脸地说：楚逸尘，咱俩都离婚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嘛？离婚？谁跟你离婚？
我可没有签字，在法律上你还是我妻子。婉婉，我现在漂洋过海来找你，你要收留我。他温柔地抱住黎静婉，凑在耳边轻吹口热气，才又深情脉脉地说：婉婉，你还爱我吗？黎静婉猛地推开他，两人冷冷地对视，见他委屈巴巴的样子，他竟踮起脚尖的在薄唇亲一下。楚逸尘，你干嘛过来找我？娶富家千金，不是所有男人都向往的结果，你真是够傻的了。他笑着摇摇头，我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你，没有你在身边，一切都变得没意义。婉婉，我还是那个楚逸尘，你还要我吗？要，干嘛不要？一个男人如此痴情地爱着自己，跨越千山万水，也要来寻自己。黎静婉再不想克制自己，只想随心而为地吻他了。而楚逸尘也一脸幸福地笑了，因为不放弃，他终于跟最爱的人在一起了，此生再不分开。全剧中，